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讲个备受争议的案件。某个晚上，一对夫妇为了庆祝结婚纪念日，两人在浴缸里鸳鸯戏水。然而第二天，他们的住所就被拉起了层层警戒线。案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警方到底是制造了一个杀人犯，还是伸张了一次正义？故事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哈里斯县，男主人名为吉姆·梅尔加尔，此前出生在危地马拉，3岁时移民美国，后来和家人一起定居在德州的休斯顿。读书期间，吉姆认识了一个女同学桑德拉，当时桑德拉和她的家人也住在休斯顿。桑德拉说吉姆这个人很幽默，喜欢讲冷笑话还有搞怪。在荷尔蒙的催化下，吉姆越来越喜欢和桑德拉待在一起，还经常邀请她一起去滑冰。小手一牵，婚纱一穿，经过一段爱情长跑后，两人于1980年成为了夫妻。婚后丈夫吉姆继续从事计算机编程工作，妻子桑德拉则在一家医疗机构工作，两个人在事业上都非常的成功。结婚一段时间后，两个人生下了女儿伊丽莎白·丽丝，三口之间关系非常亲密。每年只要有空时，吉姆就会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外出旅行。然而正如俗话说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对于吉姆一家来说，他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财富，而是妻子桑德拉身体不是很好，只见她患有狼疮、癫痫、甲状腺功能减退等多种症状。女儿丽丝也曾经多次目睹母亲癫痫发作，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受控制。看到妻子如此痛苦，丈夫吉姆是既心疼又着急，他整天都在研究妻子的病情，试图寻找有效的治愈方法。桑德拉告诉朋友说，有时候自己不敢开车，因为她害怕会发生癫痫，所以每一次外出时总是需要丈夫或者女儿的陪伴。2012年10月22号，临近圣诞节时，吉姆和桑德拉一起外出，两个人准备庆祝他们的第32个结婚纪念日。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喜欢的墨西哥餐厅吃了饭，然后在商店里买了很多食物。回到家后，吉姆和妻子准备了一些水果零食，一起在浴缸里享用它们。在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悠闲意境中，夫妻两人一边鸳鸯戏水，一边谈论着未来的计划，包括是否要出售他们的房子，是否要开房车周游美国。因为当时吉姆还有5个月就退休了，他想着做一点事情，好好犒劳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自己。他们还打算邀请各自的家人过来参加圣诞节聚会，可正当两人聊得正起劲时，他们突然听到了院子里传来的狗叫声。丈夫吉姆起身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大概在15分钟之后，两个人养的几个宠物狗也突然安静了下来。可妻子桑德拉发现丈夫依旧没有回来，那也许是丈夫的朋友刚好过来找她。而几杯酒下肚之后，桑德拉就从浴缸里起身离开，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准备睡觉。到了次日，也就是23号早上7点，一位邻居注意到吉姆家的车库门是开着的，他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车库的门一整天都没有关上，也没有人进出，这很不像是吉姆夫妇的习惯。下午4点半左右，吉姆的家人来到吉姆家中，准备和他们一起用餐。吉姆的哥哥赫尔曼敲了好久的门，但一直没人回应。吉姆的黑色卡车停在车道上，车库门仍然是开着的，他可以看到桑德拉的汽车停在里面。吉姆的哥哥就绕到了后花园，看到弟弟后院的门没有关，就带着妻子还有女儿走了进去，然后直接经过了洗衣室。按照吉姆哥哥的预想，既然在前门敲门没有人应，那弟弟或者弟媳应该在洗衣室里忙着家务。可出乎意料的是，走进洗衣室后也没有看到他们，而且同样是安静的出席。当继续走到里面时，吉姆的哥哥赫尔曼听到楼上传来了弟媳桑德拉的声音，他马上冲上楼，来到了带有浴室的主卧室。浴室旁边有一个小衣柜，而在衣柜门前放着一把椅子。当赫尔曼移开椅子并打开衣柜门时，他看到
桑德拉居然躺在里面，她的手臂和脚被2条围巾捆绑着。赫尔曼花了差不多有1分钟的时间，试图解开蒂西身上的绳子，但是因为绳子绑得很紧，最后呢，只能用剪刀剪断它们。接着，赫尔曼在主卧室旁边的另外一个衣橱里发现了他的弟弟吉姆。当时，吉姆全身赤裸，遭到了严重的殴打，还有被人多次刺伤，墙壁和家具上都有血迹。当时吉姆的腿被人用电话线绑着，一根绳子绑在他的胸部上。不过奇怪的是，吉姆身上的绳子却绑得很松，和桑德拉身上的绳子完全相反。至于这张照片所显示的就是案发卧室的平面图，靠近上方的则是浴室，而下方的是卧室。桑德拉被发现时，她被关在浴缸斜对面的衣柜里，而丈夫吉姆则在下方的卧室衣柜里被发现。下午5点左右，当地警察抵达现场。2分钟之后，52岁的吉姆被宣布死亡。他身上总共有50多处伤口，手臂和手上有防御性伤痕，其中包括31处刀伤。他的头骨曾遭受过重击。法医表示，吉姆身上的伤痕表明他曾试图与袭击者发生过搏斗。桑德拉向急救人员哭诉道，他只记得大约在半夜1点之前发生的事情，关于1点之后的记忆，他的脑海是完全一片空白。他说自己不知道已经在衣柜里待了15个小时，但是因为他醒来时发现内裤被弄脏了，所以才知道时间肯定过去了很久。警方拍摄了桑德拉的手还有手臂的照片，并注意到他的手臂和二头肌上有淤伤，左手他的拇指上也有小划痕，不过他身上似乎没有明显的血迹。搜查吉姆住所时，警方发现住所里的抽屉被人拉开，珠宝盒也被人搜过，卧室的床上还放着钱包，还有一个手提包。吉姆的女儿丽丝说，母亲的药物还有一个卧室里的电视机都失踪了。桑德拉告诉警方，她不知道是谁绑了自己，更不知道是谁杀害了自己丈夫。而亲戚告诉警方，吉姆夫妇是虔诚的耶稣教徒，夫妻2人名下都有一些房产，平时和别人呢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也觉得很突然。桑德拉告诉警方，他从浴缸里走出来后，回到了自己凳子上，开始涂抹乳液，然后就突然完全失去了知觉，很可能是有人背后袭击了他。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自己恢复了知觉，却发现自己被人绑着，然后自己开始求助，而期间可能是因为癫痫发作再次昏迷。桑德拉说，他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的身体状态有种像经历了癫痫发作后的感觉。当他癫痫发作时，他会昏睡几个小时，醒来时呢会感到很困惑，甚至有一种迷失方向的感觉，而且经常会感到很痛苦。桑德拉仔细回忆后发现，当天确实发生过一些奇怪的事情。她和丈夫开车回家的几个小时前，他们遇到了一辆陌生的车，这辆车也去了便利店，看起来像是在跟踪他们。因为他们回到社区时，那辆车还在他们身后，而且跟得很近。自己还提醒过丈夫不要突然急刹车，因为后车与自己的距离太近了。开了一段路程后，在一个路口时，这辆车才朝另外一个方向离去。虽然妻子桑德拉看起来不像是在撒谎，但对于她的陈述，警方一直保持怀疑。他们无法理解，在丈夫吉姆和凶手发生如此激烈的搏斗过程中，桑德拉居然什么也没有看到或者听到。根据吉姆的防御性伤口，他与凶手的搏斗不可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或者说声音小到没让妻子听见。同时警方也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人会杀死吉姆，却唯独让妻子活下来，而且几乎还是毫发无伤，只是有一些淤青还有小伤痕。审问桑德拉的过程中，警方直接向他发问，是不是你杀了你的丈夫，但桑德拉一直否认。随后桑德拉表示，鉴于你们的提问方式，我认为自己需要一名律师。警方走访调查时，邻居表示当晚一切都很正常。有个邻居还说，当晚自己在车库里工作到凌晨1点，期间没有听到或者看到任何可疑的事，也没有车辆启动声或者鸣笛声。警方在勘察现场后认为，吉姆住所没有被强行入侵的迹象。
房内的抽屉看起来像是被整齐的拉出来，然后将里面的东西放到抽屉外面，而不像是有人匆匆忙忙打开它们，翻找贵重的物品。而另外一边，警方还发现凶器是一把小刀，原本是属于厨房的东西，案发后呢，却出现在桑德拉当晚泡澡的浴缸里。除此之外，浴缸里还有一件白色衬衫，以及颜色分别是白色和绿色的毛巾。那考虑到吉姆身上没有明显勒痕，探员就认为吉姆是在死后才被绑起来的，而不是在搏斗过程中被人勒死。从浴室走到外面的一侧后，警方发现卧室梳妆台抽屉里的衣服、书籍和药瓶都散落在一起。桑德拉2个钱包被放在床上，看起来似乎被洗劫一空。床上除了有钱包，还散落着各种卡片，白色的被子上呢也沾有血迹，而床角旁边白色的小凳子上也有血迹，看起来它上面就好像放过作案工具一样。而在长凳旁边，一把木椅的靠背上也出现了血滴。尽管住所有东西失踪，但是结合种种痕迹，探员就认为现场一点都不像是入室抢劫，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人伪造了现场，而他就是死者的妻子桑德拉。而值得一提的是，案发之后，探员就曾经问桑德拉是否愿意接受测谎，但直接被桑德拉拒绝了。桑德拉说他自己感到很冷，他怕这会给他的测谎结果带来严重的偏差。案发一段时间后，警方准备以蓄意谋杀罪起诉桑德拉，但是被检察官拒绝了，理由是缺乏足够的证据。现场除了吉姆的血迹外，没有发现其他人的任何血迹，这很不正常。对此，警方表示不能排除有人清理了现场。几天后，有人告诉警方，称在认真回忆后，他们看到了社区里有个行为很奇怪的男人。这个人名为查德·沙利文，是一个已经被定罪的小偷，案发时刚出狱不久，还一直拒绝被警方问话。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桑德拉说自己的记忆终于开始恢复了。他想起案发时自己家里有个年轻的西班牙裔女子，这名女子还和另外一个人交谈，但自己没有看到对方的人脸。而对于桑德拉的说辞，探员并不相信。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他们一直都在调查这个案件。2014年夏天，吉姆被杀2年之后，他的妻子桑德拉就被指控一级蓄意谋杀。一个自身遭受入室抢劫，而且丈夫被杀害的女人，现在被警方控告谋杀亲夫。桑德拉的辩护律师认为，没有任何物证证明他的当事人有罪，而且大家都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桑德拉根本就没有作案动机。律师表示，应该是有人通过后门闯入了房子，然后杀害了吉姆。搏斗过程如此猛烈，如果桑德拉真的是凶手，那他身上肯定会有残存的血迹，但是他的手还有指甲上都很干净，也没有受伤。除了上臂有些淤青之外，他的身体没有其他任何伤痕。律师还指出，桑德拉的身体向来就有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顺利制服吉姆，而且在屋子里还发现了第三人的 DNA， 这应该足以让陪审团产生怀疑。作为案发现场重要的物件之一，卧室保险箱的门把手上也有血迹，可警方却没有对它进行采样还有检测。桑德拉的辩护律师认为，警方从头到尾都拿不出直接证据能够证实他当事人的嫌疑，而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桑德拉就更不应该受到警方不实的指控。但是检方反驳说，桑德拉对案发经过的描述其实一点都不合理，实际上他也是有谋杀动机的。第一，桑德拉想离婚，但是因为宗教原因，她不被允许和丈夫直接离婚。也许她是想通过伪造丈夫被他人谋杀的假象，达成自己离婚的目的。而第二个动机则是，丈夫吉姆价值2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而且桑德拉还是直接受益人。警方表示，桑德拉有可能在吉姆被刺伤之前就将他绑了起来。例如当时这对夫妇很可能在玩着某一种性爱游戏，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警方在卧室的床上发现了性玩具，又或者是说，在将丈夫绑起来之前，桑德拉就已经将丈夫刺伤，这就是吉姆身上绳子被绑得很松的原因。在搞定丈夫后，桑德拉就把自己的手和脚给绑了起来，花时间伪造了现场。而为了增加这个观点的说服力，检方还找人现场用绳子演示了如何将自己反绑，
他们证实其实这也是可以做得到的。第二种则是利用衣柜门把手，就如同这段警方公布的模拟视频那样，桑德拉把凳子扣在衣柜门把手上，利用衣柜门把手缩小椅子还有衣柜门的距离，从而伪造出有外人在衣柜门旁放置了椅子，以此困住桑德拉。与此同时，检方还补充说，在距离吉姆身体几英寸外的地方放着一把手枪，这把手枪里面装着子弹，如果真的是有外人入侵，根据现场如此激烈的打斗，那吉姆大概率会用手枪保护自己，可他没有，因为和吉姆发生争执的人是他的妻子。既然是夫妻俩之间发生冲突，那作为丈夫的吉姆肯定会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用枪。在2017年8月，陪审团花了8个小时的时间讨论了该案，他们的意见第一次出现了分歧，但是在第二天后，他们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桑德拉罪名成立，需要在监狱里待上27年。这个判决就引起了台下听众的激烈讨论。桑德拉的女儿丽丝几乎也是晕了过去，她一边大哭一边说道，其实有一段时间自己也怀疑母亲会杀害父亲，但是看到案发现场的痕迹之后，自己认为凶手不可能是母亲。面对记者，丽丝说道，我试图分析证据并努力保持客观，但这很难，因为这是我的父母，而最终我仍然希望为我的父亲伸张正义。我想知道是谁干的，但我知道这个人肯定不是我的母亲。我知道他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会继续支持他，直到我们找出更多的证据。这个判决结果让检方感到很满意，而陪审团主席也曾经说，其实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和陪审团成员同样也是摇摆于有罪还有无罪之间。他对桑德拉的第一印象是，这位看起来年龄较大、身材这么娇小的女生，怎么可能会犯下这样的罪行？其实一开始他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在听了检方的陈词之后，他相信凶手就是桑德拉。几个月后，桑德拉的团队就提出了上诉，请求重新审判，但是被法院拒绝。后来这个案子呢，就被美国一位知名的辩护律师接手，他就是凯瑟琳·泽尔纳。在遇见桑德拉之前，他曾经帮助19个无辜者沉冤昭雪。凯瑟琳曾经因为奈飞著名纪录片《制造杀人犯》被美国民众关注，而这部纪录片的主要内容则是讨论警方在办案过程中是否有违反程序，以及是否冤枉了好人。那桑德拉到底是不是凶手？虽然法院已经做出了一审判决，但是依然有很多的争议。认为桑德拉就是凶手的网友表示，就我了解到的入室抢劫案来说，我发现大部分歹徒在作案之前自己都会准备凶器，就像你去抢劫银行，你最起码也得准备一把枪吧。那试想一下，假如你是歹徒，退一万步讲，如果你在盗窃过程中被主人发现，你会到主人家里厨房找一把刀，然后再和房屋主人对峙吗？这怎么看起来都不太正常。同时，桑德拉在作案后，他有逃脱罪行的环境优势，只要把作案的工具丢进浴缸，然后在里面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轻松除去自己的痕迹。另外一点，丈夫从浴室离开后，这么久都没回卧室，为何桑德拉从头到尾都没有到屋外查看情况？那要知道，他们平时院子里的门是有上锁的，丈夫这么久没回来，难道他就没有想过外面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桑德拉大概率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谋划此案，她知道案发的时间点刚好是圣诞节，她料定丈夫的哥哥会过来拜访。不过也有人认为，凶器来自于厨房，这就更能证明凶手是外人。他们知道不带凶器进入才是最保险的。而在房间内发现的第三人陌生的 DNA 就能说明确实存在外人作案的可能。而至于利用丈夫哥哥为自己洗脱嫌疑的说法，那就更加扯淡了。因为在没有确定丈夫哥哥拜访时间的情况下，桑德拉要怎么确定自己在衣柜里待上多长时间呢？不知道大家认为桑德拉是不是凶手呢？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